今天来种一个老祖先，就是蘑菇哦。蘑菇准确的来说就是真菌的一个果实，它的子实体，真菌才是它背后的大家族。在遥远的15亿年前，其实人类和真菌是源于同一个祖先，一个单细胞真核生物。后来分化出了2大支，一个呢是分解能力超强，会长出美味蘑菇的真菌，还有一个就是会走路、会思考的人类。真菌呢是人类除了动物界之外最亲的亲戚了，我感觉就像那种远房亲戚。它怪不得它吃起来肉肉的哎。虽然呢相似度比大猩猩要低，但是呢又比植物高很多，那就有点奇怪了哈。它是不是那种进化到一半的动物人类呀？云南的雨季就快来了，也是美味的菌子季耶。我们到时候附近的山上就有超多菌子的，准备去采一波。但是每一年好像都有人在云南吃菌子吃中毒。我们去年刚搬来云南的时候就自己尝试了经常会中招的剑手青，但是很幸运的没事。不过后来我们又尝试了扫把菌，然后呢就连续拉稀2天，那个东西不要轻易尝试。谁让人类这么贪吃呢？本来这种毒性物质是蘑菇的防御机制，没想到被我们攻破了之后，我们还爱上了它的这种美味，还有它的致幻效果。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裸盖菇，那就不得不提嬉皮士年代大家大量的运用来探索的英雄还有自我意识的边界。但是他们可不是最早使用的，最早使用的是中美洲的原住民，他们把它用在宗教仪式上，称之为神之肉，对吧？我就说它是一种肉。近年来这种菇也被运用在治疗抑郁症，还有缓解焦虑，像 PTSD 或者说死亡恐惧症。我感觉菇的效果呢好像还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原来呢蘑菇不只可以吃致幻，还能有治疗效果哎，科学家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呀。话说回来，到了2026年，我们已经探索了海洋，登上了月球，现在开始研究怎么去火星。但是呢我们对真菌的知道是少之又少，科学家预估地球上真实存在的真菌有300万种，但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就只有15万种。但有意思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药物里的青霉素，还有我们面包里的酵母菌啊，哇，超美味的。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手上有的这3种菌。这次我准备在菜园里面做实验的，就是平菇、球盖菇，还有鸡腿菇，这也是我第一次种，希望说除了能种出美味的蘑菇，它还能帮我建立一下菜场里的地下互联网吧。平菇呢就是我们市场上最常见的那个，它的好处呢就是高蛋白低热量。鸡腿菇呢它的口感有点像鸡肉，蛋白质超高，还能帮助调节血糖。球盖菇呢肉厚 Q 弹，传统意义上认为它能改善睡眠，增强免疫力，是这其中最补的一个。种植的难易程度，平菇的话是相对容易的，鸡腿菇和球盖菇就可能难一点点了。鸡腿菇呢它就是怕高温，怕积水。最近这个高原的太阳还是有点猛的，有点难哈。这个球盖菇呢，生长周期比较长，中间呢可能遇到一些杂菌，或者说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种蘑菇呢，主要就是怕杂菌感染。我的菜场里应该杂菌我感觉挺丰富的，不过种植就是要多实验吧，多玩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乐趣。种不种出来，到时候再说吧。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